100。这个是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的 Porsche Cayenne。在过去 ，Porsche 从来都没有在欧洲以外的国家生产 Porsche 的任何一个车型，而马来西亚成为了这个特例。那为什么我说欧洲以外，而不是德国以外？因为这个 Porsche Cayenne 回到欧洲，也不是在德国，也不是在斯图加组装，它是在 Volkswagen Plan Bratislava 组装的，所以跟它采用同一个组装厂的车型，还有奥迪 Q7 和 Volkswagen Touareg。这个车子在马来西亚的话，它一开始 CBU 的时候是从马币780千起，然后在 SAT 税务回扣的时候，它的价格一度下到665千。但现在这个在吉打州孤林本地组装的卡宴，它只是从575千起，而且这个575千的卡宴呢，它有很多的东西都是标准配备了的，像 Bose 音响这个 PDRS 的系统还有空气悬挂等等，在以前你买卡宴，不管你是600千、700千、800千的卡宴，你都要另外再付费，另外再去 option 添加的。但现在不用，575千已经能够让你买到一辆相当高配的 Porsche Cayenne。所以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like Facebook page。Let's go！第3代 Porsche Cayenne 基于 MLB Evo 平台打造，采用相同平台的车款还有 Lamborghini Urus 和 Bentley Bentayga。那这个 Cayenne 它的轴距是2895mm， 奥迪 QX 2995mm，Mercedes GLE 2995mm，G0 5X5 2975mm。所以由此可以见得，这个 Cayenne 的轴距是比同尺寸的对手稍微短了100个 mm。但因为它不像GLE 提供7人座，像 X5 有长轴距版本，它就是一个典型的5人座 SUV， 所以这个卡宴其实就后排空间来讲，我觉得是相当的 OK 了的。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很多马来西亚车主会选择 Porsche， 是因为它提供了非常多的 optional accessory。你有很多的附加选项可以选择，像你要选择什么样的轮圈、什么样的刹车盘、什么颜色的皮革座椅、什么颜色的车漆什么悬挂系统，你都能够告诉 Porsche， 然后它会为你打造一个属于你自己规格的 Porsche Cayenne。那相较于其他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的 BMW 和 Mercedes， 他们就不能向 Porsche 提供这么多的选择。可是因为现在这个已经是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的 Porsche Cayenne， 所以你的选择不多。直接一点，你没有的选择，它就给你一个21寸的 RS Spider Wheels， 标配就是前面是27540R ZR21， 后面是31535 ZR21， 然后它搭配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刹车盘，而不是我之前介绍的那个 Porsche Surface Scooter Brake PSCB。但是它有 Air Suspension， 同时有这个 PASM Porsche Active Suspension Management 系统 ，OK， 所以它没有很高配，可是它也没有很低配。那我觉得这个轮圈因为它有2个色调，而且它这个是 metallic 的，所以算是一个相当有格调、相当 atas 的一个轮圈，好吧？我最喜欢 Porsche Cayenne 后座的地方有2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它的椅子呢是可以滑到这么前，你看到吗？它的那个这么宽，然后你也可以推到这么厚，所以除了前后滑动之外呢，这个椅背你也可以去选择调整，你要这么直 ，OK， 然后你要这么直，你要这么直，你要这么直，你都可以去调整。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用的，尤其当你的后面要装32寸 luggage 的时候，你就会书到用时方恨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好用。所以我们滑到原本的位置。那除了这个之外我最喜欢它的第2点就是它的冷气出风口。首先在这个柱子这边呢，2边都有 ，OK， 它可以直接吹到你的头。在下面中间这边呢，它就有这个air vent， 而且它可以调整温度、风扇大小，然后你要往上吹、往下吹、往中间吹，你都可以调整。下面给你2个 USB 接口，还有这个最近已经很少看到了的这个12V 的 socket， 还有一个抽烟香烟的 logo，OK。所以这个车子就是怎么讲，我已经是很多次介绍它了，所以它不像我之前上一次应该是接近2年前介绍的那个卡宴这样子用米色，这个就是波尔多红。那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的卡宴，它提供全黑座椅跟黑红搭配的座椅，这个就是酒红色，有陈年佳酿味道的红色。车顶是黑色，但是就没有全景式玻璃天窗，这个有一点可惜。但它一样有这个电动的遮阳帘，关死时候也是按下去，这个就非常的
elegant 啊 ，OK， 你不用自己去在那边拉啦，又勾不到又 pop 下来这样子，不用你轻轻这样按下，看声音，而且它有710瓦14个 speaker 的 Bose Surround Sound System， 之前你可能要给5000多块去添加的，现在就不用，本地组装直接给你 Bose 了。德系豪华车型主要有3大体系，第一个就是 BMW 的那一套，中间有一个旋钮，然后用悬浮式萤幕。电子仪表板，第二套体系就是 Mercedes-Benz 的那个，中间有一个四方形的 MBUX 的 Touchpad， 然后方向盘上面有很多这个 Touch Sensitive Haptic Touch 的 button。Porsche 呢，因为它是跟这个 Volkswagen 家族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它很多东西都跟奥迪豪华车型上面的东西是似曾相识的。但是作为一个 Porsche， 它还是必须要保留一点自己的 DNA。Of course， 这里 logo 是 Porsche 的。然后现在这个车子呢，它的仪表板就是还是中间有一个实体的转速表，它的 RPM 表然后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电子的这个钟表这样子啦，电子的表盘中间这个12.3寸的荧幕现在是有 Wireless Apple CarPlay， 里面有 Android Auto，调整冷气等等。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这个面板，这个触觉式面板也是有一点不实用啦，因为有时候太多东西你要去按它，然后会很多指纹，很多 fingerprint， 它不容易保养啦。但我蛮喜欢的这个就是这个颜色的皮革，这个 Bore 耳朵红搭配黑色的皮革。那整体来讲，因为这个车子它是2017年推出的，而且2个星期后它又要推出 facelift 版本了，没有错，这边会多一块荧幕这样子啦。但整体来讲，这个车子我相信再过多一个5年，它还是不会说过时，因为主要是这块荧幕，它真的是一个 Full HD 的 resolution。非常的高清，非常的好用。那仪表板的话，其实也我个人其实比较 prefer 这样子的 instrument panel 多过那种一整片 flat screen， 完全没有 character， 完全没有味道，没有韵味，没有美感啊。OK， 不过我相信 sooner or later 全部都会变成是 screen。上车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坐姿，适合自己的 sitting position。这个 steering 呢，它是电动调整的，全部都是 electronic 的。然后这个座椅啊，它有14项调节的这个功能，所以上下左右你的 lumbar support 腰部支撑、背部支撑都是非常的足够。所以在我 start 引擎走之前，我就已经能够感受到它跟别的车子不同。因为它能够更加 individual、更加个性化的去针对车主来设计，而且它有2个 memory seat、3个 memory seat 的功能。那调整好座椅的姿势过后呢，你就要去看navigation 等等。那如您所见，这边有这个 Apple CarPlay，而且我现在手机是在这边啊 ，OK。所以它是不需要任何的瓦亚 Lightning cable 啊 USB Type C cable 不需要，你直接连接就可以了。除了 除了 Apple CarPlay 之外呢，这边也有 Android Auto， 也有内建的 Navigation System 等等。然后这个新的作业系统，我觉得也是相当的人性化。第3件事情就是去了解一下这台车子给你什么驾驶模式。Drive Mode 有 Normal、Off-Road Sport、Individual。那 Chassis 的话，它有 Normal、Sport 跟 Sport Plus。Chassis level 这个就比较特别了，因为你可以调整车身的高度，Special Terrain、High、Medium 跟 Low， 因为它是一个 3 chamber 的 Air Suspension。但是有一个东西真的是很阳春的，就是因为你去了 Assistant 这边，你就会发现到它没有这些，你知道吗 ？Blind Spot Monitoring、Rear Cross Traffic Alert 等等的东西，没有非常简单，所以我们事不宜迟，就开始今天的 Test Drive。马来西亚本地组装版的 Porsche Cayenne 采用 3.0L V6 Single Turbo 引擎，它有340个 PS 的马力和450 Nm 的扭力。它采用的是 X-Speed 的 Tiptronic S 自动变速箱，而不是 Porsche 赫有名的 PDK 双离合器变速箱。那为什么不要用 PDK， 用传统的 Torque Converter 变速箱？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Torque Converter 比较适合用在越野，因为你经常需要处于低速、处于低转长时间行驶。第二点就是 Torque Converter 会比较适合用来 towing， 因为开卡宴的车主可能经常要偷自己的，我不知道可能是小船还是拖自己的一些东西等等，所以这个
变速箱的选择就比较针对越野，比较针对 SUV 来设计。那反而那个尺码比较小的 Porsche Macan 就采用 PDK 变速箱。所以这具引擎呢，毫无疑问的，作为一个 3.0L V6 Turbo 引擎，它绝对是相当的有力，尤其在低转的时候，这个动力相当的饱满，而且你知道这个变速箱也相当的远近驰名。这个8速变速箱它的顺畅的程度等等。OK， 像过渡你听得到咯，因为它是用21寸的这个 Sport Rim。即便我现在已经完全处于 Comfort Mode 了，但是因为车子之重，这辆车子的重量是从1985公斤起。I mean 1985，你讲重也没有到很重，因为它不是那种 PHEV 啊，动不动就2.5吨、2.7吨。我从1号牙拉到2号牙的时候，大概是差不多接近7000转了。如果你真的是要去 push 它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它有那么一点 lag， 然后动力不是很足够。我讲动力很足够这个东西是相对论来的。如果我在一台奥迪，这个动力对我来讲我可以接受，但是因为这个 logo 啊，这个 Porsche 的盾形 logo，这只马在这边，它会一直让我有一种，你会对它抱有更高的期望，毕竟它怎样讲都是一辆 Porsche 嘛。所以作为一个 Porsche， 你就要去它的 Sport Mode 去怎么讲，去抓到它的这个100%的动力。OK， 3、2、1 ，Go！ Pedal shift。我只可以说它很顺，它很滑，它很顺畅，但它并没有贴背感，也没有爆发力。怎样讲？它只是一个最基本的卡宴。我开过4、5款卡宴了，我开过 PHEV 的卡宴，我开过 4.0L V8 Twin Turbo 的卡宴 Turbo， 我也开过 2.9L V6 Twin Turbo 的卡宴。所以你试了这么多卡宴过后呢，你再回到这个最基本的卡宴，你就会觉得一分钱一分货啦。你看像这个车子刚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卖780千 CBU 的时候啦，说780千，后来又变到665千，没有 SSD 的时候，那现在这个车子只要从575千起。它的对手啦同样尺寸的对手Mercedes GLE 450 4MATIC 或者 BMW X5 X-Drive 45E 都在50万500千到520千左右这样子，所以它是 from 575千，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接近。而且非常有趣的就是呢，我不确定别的市场啦，我觉得马来西亚是极少数非常罕见的Porsche Cayenne 会比奥迪 Q8 3.0T FSI 便宜这么多。那个 CBU 的奥迪 Q8 3.0T FSI 它的售价大概是从马币840千左右这样子。这个车子575千跟800多千，那这个 CKD 跟 CBU 的这个怎么讲，这个 tax 的 structure 你就可以知道，真的这个 CKD 真的是为马来西亚的消费者，为马来西亚的Porsche 车主的钱包省下了不少钱。而且它也不只是在这个价钱方面，因为以前你买可能700千的卡宴来讲，很多东西都要 optional 去附加选项，因为每一项东西可能都会被征收 tax。可是因为你已经 CKD 了，很多东西像它的这个instrument panel，它的传动轴等等都是在马来西亚的 supplier 提供的，所以它直接的就降低了它的这个成本，到最后它的这个最终售价啦。所以这个车子 3.0L Single Turbo 在市中心开起来，我觉得就 OK。
OK，I mean，如果你说 BMW X5、X6是属于，当然有什么600个牛车米的，接近差不多400个 PS 的马力，马力没有人会嫌少，扭力没有人会嫌多，但是那个车子的副作用就是它比较重，有时候你用不到那个 PHEV 嘛，是吗？然后 GLE 的话，算是我觉得 GLE 比它更加的 comfort 一点，就它的整个姿态，而且你知道那个 GLE 是一个5+2嘛，又有7个座位，那这个卡宴。你说安全辅助系统它又没有，然后你说动力它又不是说特别的令人惊艳，尤其我要再强调，这是一辆 Porsche， 这是一辆强调自己有 Porsche DNA 的车子，即便它是一个 SUV， 你知道吗？但我还是要讲 Porsche 卡宴是少数你在小路驾你还会觉得它有操控有驾驶乐趣的 SUV， 一个接近2000公斤的 SUV， 而且 3.0 litre V6 的引擎声浪也确实是比较 balance 比较稳比较悦耳的，总好过那些4气缸引擎啦。猜 brake， 我个人蛮满意这个 brake 的啦。它还是要拿它来跟 PHEV 比一比，因为 PHEV 的 brake 有那个 regenerate 的功能，所以车子又更重，所以对这个刹车的这个负担也会比较大。但这个车子就因为它相对来的轻，所以尤其有 pedal shift。你能够对它有更加清晰、更加好的一个掌控。再来21寸的话，你要去 boang 也是有相当大的难度啦，而且它是一个4轮驱动系统，你可以透过仪表板这边呢，知道你的扭力是输往前轮比较多，还是输往后轮比较多。所以驾了一段时间过后，你就会慢慢意识到呢，其实它虽然讲自己是一个 all-wheel drive、4 drive 4轮驱动系统，可是在大部分时候呢，车子的动力都是从后轮来输出的。就 basically 它就是一个后轮驱动的车子，只是当你在起步走停的时候，你会发现前轮可能会被分配到20% 的这个扭力这样子，它相当的 balance 啦，因为你在扫一个 corner 你就知道了。100。在 spec sheet 上面是写 with performance start 的话是 5.9 秒，但因为我过去试驾的这个卡宴基本上都有 sport chrono， 就是你按下那个 button， 在10秒里面它会给你无穷无尽的这个短暂的爆发力，就是 BMW 叫 boost 啦的功能，它可以 boost 它 performance boost。可是这个车子因为它少了那个 Sport Chrono， 所以我会觉得有一点可惜啦。那 Sport Chrono 除了是这个东西之外，这边有一个钟表的那个叫 Analog Clock 啦，它也是没有。但那个东西可能很多人不介意啦，很多人不在意。可是我自己是觉得 Porsche 的 Timepiece、Porsche 的钟表有自己的魅力，少掉的话会觉得不是这么齐全的感觉。所以这台 Porsche 卡宴啊，它已经不是一个新车了。I mean，它最早在2017年、2018年左右就亮相，现在已经是2023年。那我下个星期要去上海出席上海汽车展，那个时候他们会宣布这个 Porsche 卡宴 facelift， 因为它是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的车子，所以它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市场应该啦，至少还会生存个。我觉得1-2年啦，但是 depends on 他们的这个 stock，depends on 他们的这个库存到底有多少。所以当然那个只是 facelift， 那个并不是说哇全新一代的 Porsche 卡宴还是这样子。所以以这个 Porsche 卡宴来讲，它已经是就如果在这个价位啦，我自己会觉得因为我身边很多开 BMW 开 Mercedes 的车主，他们已经驾了可能超过10年、15年的 Porsche 跟 Mercedes。I mean 我 from 新山的啦，所以新山那时候一直没有 Porsche Center， 那现在有了 Porsche Center Johor Bahru， 那更多新山人也能够去买 Porsche 卡宴、Porsche Taycan 等等的车型。
你作为一个 Mercedes、BMW 甚至是奥迪的车主，你可以跳上来 Porsche， 某种程度上它算是一种 upgrade， 它算是一种升级，算是一种升华，让到你能够感受到来自 Stuttgart Porsche 的这个 DNA。即便它不是 911， 你知道吗？它不是那种真正 100% 的 Porsche DNA， 但是它有那么一点点 Porsche 的血统，就体现在它的操控，体现在它的车身的这些 option。因为你在上面 option 一个东西，跟你在911上面 option 一个东西，可能它的那个过程那个步骤是一样的啦。但这个是这个 CKD 马来西亚本地主张，所以很多东西是给你了的。他们有另外提供一个 manufacturer 的这个 design package 啦，那个多了 sport 外观跟 sport exhaust system。OK， 所以欢迎留言告诉我你对 Porsche Cayenne 有什么样的看法，有什么样的理解，我们讨论一下啦。OK， 所以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 来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 2, 1 cut。